3I Atlas 竟然展現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雙噴流結構，它就像一台在深空中高速飛行的雙引擎飛行器，正向外噴射着物質。是的，沒錯，就在剛剛，哈勃空間望遠鏡傳回了幾張極其詭異的照片。照片的主角就是人類歷史上發現的第3個星際訪客 3I Atlas。它在2025年7月1日被發現，以每秒61公里的驚人速度衝入太陽系，遠超太陽系的逃逸速度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星際穿越者。它繼承了奧陌陌的神秘血統，但表現得更加離經叛道。先看圖，這是哈勃在2025年12月12日和27日拍攝的最新圖像。在這些經過特殊處理的圖像中，3I展現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雙噴流結構。它就像一台在深空中高速飛行的雙引擎飛行器，正向外噴射着物質。為什麼一個星際天體會同時擁有2股噴流？這在普通彗星身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。3I 的這2股噴流，一個指向太陽，被稱為反緯，另一個則指向相反的方向。更詭異的是，這2股噴流的亮度還在不斷變化，暗示着某種有節奏的搖晃。有天文學家給出了2種解釋。如果是自然現象，近日點附近的熱量傳導到天體背面，激活了背陰面的微弱噴流。如果是技術造物，指向太陽的噴流是保護機制，抵禦太陽風和輻射。另一股噴流則可能是為了清理航道或提供推進力。接下來，我們再看看 3I 拋出的那些塵埃。通過對亮度的精確計算，科學家們發現了一個極其反常的現象。3I 噴射出的塵埃顆粒平均直徑竟然達到了10微米左右。你可能會問，10微米有什麼奇怪的？在天文學中，這可是個大問題。通常太陽系內的彗星噴出的塵埃大多小於1微米，因為只有足夠小的顆粒才能被微弱的氣體壓力帶走。但 3I 噴出的顆粒卻比普通塵埃大得多，這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矛盾。如果它是一顆普通的冰質彗星，要帶走這麼大的顆粒，需要極高的噴射速度。但根據計算，在它所處的位置，太陽的熱量根本不足以提供這麼大的動力。除非這些物質不是被動受熱噴出的，而是被某種動力系統主動排出的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它的反緯長達40萬公里，且高度聚焦，張角只有大約8度。有天文學家認為，這些10微米的塵埃會不會是 3I 故意製造的一層塵埃面紗？計算顯示，這些塵埃的濃度恰好處於一種微妙的臨界狀態，它既能阻擋一部分陽光，又不至於完全遮蔽核心。如果它是一個自然天體，這種精準的自我調節機制簡直是巧合的過分。但如果它是一個人工智能控制的探測器，這一切就顯得順理成章了。回溯2025年7月的觀測，科學家發現 3I Atlas 的亮度呈現出一種周期為16小時的規律性波動，就像是某種儀器的脈衝。雖然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天體自轉產生的閃爍，但隨着它不斷流失質量，它的自轉周期理應發生改變。然而，這個心跳卻表現出了驚人的穩定性。還有一種可能，這種16小時的周期性波動可能與它的非球形形狀有關。如果它是一個長條形或者扁平狀的物體，在旋轉過程中反射陽光的面積會發生變化。但問題在於，這種波動的曲線異常平滑且穩定，完全不像是一塊不規則岩石在翻滾。這種高度的規律性，正是讓科學家懷疑其具有人工痕跡的關鍵點之一。此外，在它最接近太陽的2025年10月29日，3I 經受了嚴酷的考驗。太陽的引力將它的軌道偏轉了16度，而強烈的輻射則讓它的活動達到了頂峰。然而，即便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下，它依然保持了結構的完整性，並沒有像許多普通彗星那樣崩解。這種堅韌的物理特性再次引發了人們對其內部結構的無限遐想。根據最新的非引力加速度數據和質量流失率推算，科學家們估算 3I 的核心直徑大約只有1公里左右。在一個只有1公里大的小身體裡，竟然能持續噴射出如此大量的物質，而且這種噴射還具有高度的指向性和穩定性。
這不禁讓人懷疑它的內部是不是隱藏着某種高效的能源系統。非引力加速度是星際訪客最迷人的地方。3I 在離開太陽系的過程中，表現出了一種無法用引力完全解釋的推力。科學家們嘗試用氣體噴射產生的反作用力來解釋，但要產生這種推力，它噴射物質的速度必須遠超自然狀態下的熱運動速度。如果我們將這種噴流視為某種推進系統的排氣，那麼一切物理參數都能得到完美的匹配。結合之前詹姆斯韋伯空間望遠鏡的觀測顯示，3A 的化學成分非常獨特，它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，但水冰的含量卻異常稀少。這與我們熟悉的太陽系彗星大公无私的成分構成大相徑庭。更讓人驚訝的是，它還在釋放氰化氢氣體和原子镍蒸汽。這些成分的組合讓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經過精密設計的化學實驗室，而不是一塊隨機形成的宇宙冰塊。最近在射電觀測方面，艾倫望遠鏡陣列和格林班克望遠鏡都曾對 3I 進行過長時間的監聽。雖然目前還沒有探測到明確的人造無線電信號，但科學家們給出的功率上限非常低，低到了 0.1 瓦的水平。這種沉默本身也是一種信息。試想，一個先進的文明可能並不希望被輕易發現，或者他們的通信方式早已超越了原始的無線電波。隨着 3I 逐漸遠離，留給我們的觀測窗口正在關閉。它現在正朝着英仙座的方向疾馳而去，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徹底離開太陽系，重新回到那無盡的星際空間中。回顧這段時間的觀測歷程，我們仿佛經歷了一場跨越星系的解謎遊戲。它所展現出的每一個特徵都在暗示着某種超越自然的秩序。這種秩序可能來自於宇宙深處某種未知的物理規律，也可能來自於另一個智慧文明的精心傑作。它可能是一個來自星際空間深處的分子雲碎片，在那裡它收集了大量的大顆粒塵埃，並在漫長的旅途中保持了這種原始的狀態。它也可能是一個古老的星際天體，在經過太陽系時，因為某種未知的物理機制被激活了。但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。根據它的軌道參數，科學家推測它可能來自於銀河系的後盤。如果它源自後盤，那麼它的年齡可能高達70億年，比我们的太陽系還要古老。想象一下，在數億年前，一個先進的文明向銀河系散布了無數微型探測器。它們平時處於休眠狀態，只有在靠近恆星時才會利用恆星的能量進行加速和修正航向。3I 展現出的雙噴流結構、精準的塵埃屏蔽層、穩定的心跳脈衝，以及那無法解釋的非引力推力，是否正是這種技術造物的特徵？阿維勒布教授曾說過，科學的基礎是學習的謙遜，而不是專業的傲慢。面對 3I Atlas， 我們目前掌握的數據還遠遠不足以給出一個最終的定論。它點燃了無數年輕人對科學的熱情，讓他們意識到，科學並不是枯燥的公式和數據，而是一場充滿驚喜和挑戰的冒險。接下來的幾個月， 3I Atlas 將掠過木星。如果在木星附近人類沒有機會近距離觀測，那麼隨着它向英仙座飛去，人類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都無法再次近距離觀察它。但 3I Atlas 留下的數據將成為未來幾代天文學家研究的寶庫。那麼真相究竟如何？3I Atlas 沒有給我們留下答案，他把這個選擇權留給了每一個仰望星空的人。朋友們，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，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， 非常好用，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。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，天文地理、歷史名著什麼都有，而且都是正版授權。無論在通勤、走路、運動的時候，還是睡覺前，都可以聽一聽，特別 OK。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，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，一般用戶只有7天。現在立刻馬上，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。你先用14天，如果覺得不合適，卸掉就是不會扣費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你就充值繼續用。